马上彻底消失在放肆的世界里，听到没有？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再给我说一次。唐，你误会了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找乔瑞斯的总裁。刚才我遇到了流氓，是浩然救的我。你不要再这么幼稚冲动了。这又是我的错了。璀璨的事打破天也是我顶着。这个姓李的把你害成这样，你现在当着他的面说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相信你，让你继续跟他当朋友。你们两个现在这样，谁会相信？说你们没事，要不是我。够了，李唐。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转的，我有我自己的世界。走。你要去哪？你管不着。李唐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前男友。我现在、以后、未来做什么，你都管不着。我告诉你，一定会后悔。那你也管不着。走。傅方式。傅方式。说什么在广场等我，说什么要陪我走到底。我是你的前男友，我有什么资格啊？我有什么资格啊？喂，现在我几点？我不管，我不想再管，我不想再管了。哎，你这几天请假不去公司上班，还在跟小李子怄气呢？谁有空跟他斗气啊？根本就是浪费生命。小李子任性，耽误了浩然正事，这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嘛，干嘛要弄成这样？幼稚也是有限度的，这货幼稚起来一出戒指一出，根本就不用技能冷却。技能冷却？就是跟连续剧一样，每天播个3、4集都不带重样的。他不喜欢他爸爸控制他，可是现在呢，他不是跟他爸爸一样吗？用各种方法来控制我、干涉我。我真的不想跟他吵了，我已经吵累了。那你还喜欢他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？不喜欢那就好啊，你就直接把这个小李子当路人甲不就成了？宝贝儿，你有你的问题，他有他的问题，别弄成这样，你就不迁就他一下不就成了吗？我还要怎么迁就啊？你呀，就是太强势，眼睛里容不下一点沙子。有2件事，你永远都不能妥协，一个是工作，一个是感情。工作上也就算了，感情上的事情不能这样的啊！妈，他永远觉得自己是正确的，从来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，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，所有人都要围绕着他转。我做不到。漂亮吗？来个苏维尼。哎，呼，变魔术你也会啊？你以前也在马戏团打过工？这个倒没有，不过我还会煮各种口味的泡面。不是这样吧？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啊。这次是真笑了。嗯，
刚才也是这么想。孩子不开心啊？你这2天去哪儿了？这2天我飞了一趟总部，给上层解释了一下状况。效果怎么样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不过他们的态度确实要比之前好很多。那就好。方四，不如你辞职吧。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但我也很高兴那天你能跟我走。那天我只是……其实我很后悔，如果我当初能坚持一下，可能结果会不一样。你的品牌会上市，你也不用去堂皇工作，也不用继续和李涛纠缠，而我也不会再和湘南之间有什么瓜葛。你之前不是也很想辞职吗？2期下个月去正式发布的，所有的工作也都完成了，你也算是有始有终吧。是我害得你的品牌落在李涛手上，我会替你赎回。到时候，你可以重开你的工作室，然后你想做任何事都可以。就你说的对。方思，妈，罗先生有急事找你，你又没带手机，所以我就把他带过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李堂最近没有找过你，咋了？他连你都没告诉我，看来这回他是真跑了。什么？他失踪了，而且走的时候带走公司一大笔资金。如果那2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，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起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？10年之间，我不认识你，之前他就一直在研究历史的报告，我以为他能想出什么个对策来。他倒好，这资料扔家里了，他失踪跟他爸根本就没什么关系。你怎么今天才发现？你们俩不是好基友？谁跟他好基友啊？他现在眼里只有你好啊！我以为他就是闹闹情绪，跟从前一样翻来上个班，谁知道他就……那你不是也请假了吗？我今天早上到财务那一查，我才知道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想着这么大事，他总该跟你商量一声吧。我谁知道你这个端，我这回真让他端了，把公司钱全转走，打电话死都不接，那摆明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不对，王三，他之前可被你留下来，现在你们俩闹掰了，他不会是又想拆分公司吧？如果他要拆分公司，我们最多还剩多少时间？你怎么知道？时间。最多半个月。我就不懂这个小子为什么永远长不大，他为什么永远长不大？做事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能不能长大点？我的家伙！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。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任何人。璀璨必须如期上市，还有宣传活动也要继续做。就说他出差谈生意去了。还有大罗，要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他的去向，无论他躲到哪里，都要帮我把他找出来。好。那公司的事儿就拜托你了。对了，
是公司的资料库密码和他家的密码。没什么，我这儿有份合同，想找李总签一下。他那个秘书啊说他去您那儿了，所以我就打电话过来问问。那不好意思啊，那先这样，所有的客户我已经问过了，礼堂根本就没有联系他们。这个礼堂怎么说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吧，就这么消失了，我也真是给他跪了。我早知道他是个没有责任心的人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能没有责任心到这个地步。弹簧现在就是一空壳，我们现在就是箭靶。乔瑞斯可是弹簧的唯一代理，让我们怎么跟那些客户交代啊？当初拍着胸脯跟大老板保证肯定没问题，好不容易让他松口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看呐，我们这回就死定了。礼堂也太狠了吧，连方思他也骗，这太不是人了吧？方思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去哪儿？李总，那这次事情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办了。哎，好，劳您费心了啊。那我就不送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再见。思啊，必须要恭喜一下，李总和罗总不在，公司全权委托给你呀。现在你可是我们的代理总经理了，方思。不对，是副总。下午还有什么安排吗？市场部约了客户去看工厂，不过他们希望你跟着一起去，这样好方便跟客户沟通。哦，苏的经纪人呢又想约谈媒体见面会的时间。苏是我们的招牌。这样吧，工厂那边嘉欣你先跟着去，我晚一点就到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方思姐，这份文件让你看一下。方思姐，今天晚上的宴会，你可是主角呀。可惜李总忽然出去谈生意了，不然你们两个一起出席，最佳情侣档一定镇住全场。晚上的宴会我自己去也行。你不是最讨厌应酬了吗？哎，李总也真是的，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。没关系，我习惯就好了。哇，真是越来越有老板娘的风范了。好了，别说这些了，快去工作吧。啊，走了很远才回过头，伸出冰冷的河流，再没有你牵我的手，不顾一切对我挽留。我一个人要怎么走？打从咱们认识的开始，他好像就没流过眼泪啊。合作失败，工作室倒闭，没有哭吧？品牌落到前男友手里，没有哭吧？甚至欧维亚剽窃了他的作品，让他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，差点在这行都干不下去了，他还是没有哭吧？是不是人品？相拥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，然后幸福快乐一起颤抖交换温柔。如果觉得难受就哭出来，但不要伤害自己。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，不能哭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哭呢？因为我知道永久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，然后幸福快乐一起颤抖交换温柔。我可以忘记了所有，但只要记住你的双
喝杯热咖啡吧。我知道你喜欢一个人扛着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扛住每件事的。我只希望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在你身边。谢谢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哭。你觉得为了礼堂值得吗？哦，我跟苏的经纪人约了下午3点，我现在赶过去。我还要去趟工厂，我下午还有宴会，我先走了。方思，你不要再替礼堂承担下去，他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来承担啊。礼堂他出差了，来不及交代。璀璨快上市了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你还要骗我吗？我都知道真相。礼堂走了，他把公司的钱都拿走了，璀璨只剩下一个空壳子。你继续做下去也是没有用的。后续的订单和宣传费谁来付？你现在这样，是在帮他背黑锅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现在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暂停一切项目。如果礼堂还不肯出现，就让他承担一切后果。不行，浩然，就算礼堂真的走了，我也一定要撑下去。为什么？你怕大罗怪你？你怕没办法跟公司的人交代吗？那好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来做。不行，浩然，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做朋友的话，就请你不要这样做好吗？你还对礼堂抱有一丝希望是吗？礼堂把唐皇当什么东西，就把你当成什么？这样的人你还要帮他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浩然，我要撑下去，我要留下来，我就是要向礼堂证明，没有他我也一样可以成功，我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。你的心里面还有他是吗？礼堂这种人对公司对感情一点都不负责任，就证明了他还是孩子气，很幼稚。不是这样的，知道，这感觉对我来说就像黑咖啡，很多人都说它又苦又涩，可我就是戒不掉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那好吧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是吧？你特地跑过去就是陪他去见素的经纪人？他那样我不放心。礼堂现在明摆就是撂挑子走人，你还帮他干嘛呀？我不是帮他，我是不想方思那么辛苦。现在礼堂大罗都不在，他要稳定军心，还要应付媒体和客户，他撑不住的。况且璀璨也是我的项目，我怎么可以放弃？以前没问题啊，但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？你帮方思瞒，就是在给礼堂争取时间，到时候不仅方思会被怀疑和礼堂是串通的，连你也一样。大罗看礼堂跑了，他也找个理由走了，啊，把方思一个人放在堂皇支撑着大局，他傻你也傻呀。到时候璀璨的窟窿补不上了，瞒也瞒不住的时候，所有的债主就会找上门来的。你不是要说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他吗？你现在不是在保护他，你是在陪他一起去死的。这感觉对我来说，就像黑咖啡，很多人都说它又苦又涩，可我就是戒不掉。浩然，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你赶紧去劝劝方思吧，不要再这么继续下去了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不知道怎么收拾了就。不行，我要让璀璨如期上市，我要继续捧红方思。
如果礼堂不做的话，我来做。你能代替礼堂捧红他，但你能代替礼堂吗？我不管。我只知道方思今天哭了，还哭得很伤心。他居然还会哭？我不想再看到他不开心。他既然想撑下去的话，那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帮他。恋爱中的人啊，智商都是0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提醒你了啊，你这么做就是在感情用事。李总和罗总都不在，一会儿客户来了，我们可怎么说呀？就说他们出差了吧。那客户10个有8个我们都不认识，怎么聊啊？别担心，这正是展现我们的好机会嘛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见过大场面的。我是在担心你好不好？你是出了名的冷场王。喂，我就不相信了，礼堂不在，我们应付不了。你就等着看我们秒杀全场。浩然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怎么说也是堂皇的合作方，如果你不请我的话，不太合适吧？是你自己说有宴会的，所以我来蹭顿饭吃，不欢迎吗？欢迎。尹总，李总刚一不在，您就……小奈，小奈，你身旁好像缺一个男伴，我来介绍一个给你。我不需要男伴，我刚刚说的是李总，李总。你好，我是班杰。郑文奈，等一下嘛。干嘛啊？看看手相喽。哎呦喂！哎呦什么哎呦，你耍流氓啊你！是吗？走不走？凶什么凶啊？又不是我们请你们来的，来这儿蹭吃蹭喝，注意点态度好吗？懂吗？有什么样的上司就有什么样的下属。我告诉你，就记住你是个女汉子。这你要是我女朋友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？你别跟着我。这样的开始太突然了，我甚至怀疑我看到的你是不是真实的。这一次我不知怎么了，轻易的相信当时的感觉，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，还是说服自己，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。今天累了，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一个人果然还是 hold 不住。我没听错吧？付方思居然还有 hold 不住的时候。谢谢你。我也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呀？我谢谢你给我一个对你好的机会。上楼吧。走吧。喂，罗总。礼堂那边还没消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没事，公司这边一切正常。保持联系。礼堂还没回来，挺好的，没他烦我，我工作起来可顺利了。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6年前
他不是也走了，可是还是回来了。这次，他不是跟你说他一定不会走，可是是你告诉我的，只要他答应的事情，他没有一样做不到的。放肆，我想，李唐一定是因为临时有事，才突然离开的。哎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上次约隔壁老王跳舞，他就没来，就是因为临时有事，所以他知道了，妈。我先去公司了。啊。小李子，这回你可别让我失望啊！放肆！哎，浩然。这么早上班？对啊，我约了个客户，我想早点去公司好准备一下。就你一个人去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李唐不在，市场部总在吧？他们不去要你去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相信我，而且我有这方面能力。是说明这个客户很难搞，他们搞不定才要你去的。那我作为代理总经理，更要亲力亲为了吗？不如这样吧，保险起见，你先跟我上来，你跟我说这个客户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年纪多大呀，已婚还是未婚啊，兴趣爱好什么，你都跟我说说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如果你碰上一个超级难搞的客户怎么办？啊？时间还早，给你个特训，来。傅方思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对你进行一个最基本的模拟练习考试。你要把我当成你的客户，你的每一个举动，我都会给你打分。如果你不及格，那你就听我的，不可以去。好啊，反正我读书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不及格过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去干嘛呀？哇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就是以这种态度和口吻对我这个客户说话的吗？可是你，客户不想听你解释，他们只是觉得你没有耐心，所以这一次你的印象分只有59分。好嘛，反正我人生也算完整了，不及格一次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客户，都要有耐心，千万不要解释，错就是错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哦，抱歉，我为刚才的态度道歉。不错，学得挺快啊。现在进入交流这一部分啊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。真的准备好了吗？真的准备好了。那好，现在开始。谈吧。我不要挡住，放手。好了，不要看着我。不好吗？这样。你真的觉得谈事情的时候不看着你的客户了是吗？也不是。睁开你的眼睛。那好吧，我现在给你打分了啊。别！别挡住啊！方向。不是，我是要去见客户，我也不是要去见流氓啊。有时候，客户就是流氓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谈事情的时候，始终是属于强势地位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没有谈完事情之前就跟那个客户谈要求的话，那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所以以后，不要在谈事情之前跟客户谈要求什么东西，并且无论客户他长什么样子，他什么打扮，你都要尽量用欣赏的目光去跟他交流。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，就用平常人的平常心跟他交流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还不明白？不明白，必须打分了。
哎，你等等，你让我再调整一下。来，记得我刚刚教你的，以后面对客户的时候，态度要不卑不亢，还有要圆融，听到没有？你就把客户想成是我。那我不是见一个就要拍死一个，到时候弄得满地都是小礼堂，他到现在多麻烦。我只是让你有积极的态度跟快速的思考反应，其他你自己拿捏。时候，谁在身后？幸福向左还是向右？张总你好，我是唐皇的设计师傅方思。李总因为临时出差，所以我代表他前来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啊，这是我们璀璨2期的设计图，请您过目。啊，学得很快啊，很有进步啊，进步很大。签。那种温柔是因为我知道永久。我一个人要怎么走？在没有你的路口，孤单时候。谁在身后？幸福向左还是向右？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？然后幸福快乐一起战斗，交换温柔。我可以忘记了所有。只要记住你的双眸，记得你的右手，那种温柔是因为我知道永久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？然后幸福快乐一起战斗，交换温柔。我可以忘记了所有，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，记得你的右手，那种温热是因为我知道永久，是因为我知道永久。沈总，你快回来吧，总部这边都快吵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瞒不下去了。之前董事会在新闻上看到李氏合并通灵珠宝的消息，就已经炸开了锅。我拼了命的说那是假消息，他们都不信。现在眼看璀璨2期就要上市大卖，这到手的利益就快飞了，他们更火大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就说。我说再多都没用，你还是赶紧回来吧。哎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都好几天了，礼堂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浩然，很久没见你这么高兴了，怎么样？还不知道呢，还没正式签约。不可能吧？肯定会有一天进展的吧？其实他约我去打球了。你说的嘛，肯约在球场，就说明他愿意跟我多聊聊，这难道不值得高兴？的确值得高兴，只不过，你真的会打球的吗？你不相信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可是校队的。不是吧？干嘛？而且我还是主力得分选手呢。那好吧，那我们找一天去打一场球，谁输了呢，谁请吃晚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就明天喽，反正明天是周6，一定要把钱带够了。
还有锦和百岁山。我看你啊，你跟我手。别小看我，一会儿认一会儿。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设计系和台新系的队员们已经进场了。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代表学校参加区淘汰赛。设计系的16号是个女生，既然是个女生，傅芳思，她叫傅芳思。心中的热全部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糟糕女生来比赛，待会打输了耍流氓，我们都是分成大的。敢小看我啊！一会儿晕一会儿。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绿色的思念，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，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我依旧在追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啊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干活，真有两下子。周瑞啊，没事吧？看你自己认真些。继续吧。看来比赛赛各将你打是吧？犯规！来，犯规！犯什么规啊？我怕你摔倒。我怎么感觉别人玩球，你在玩命？我想，钟总让我去，也不一定会让我上场吧。如果他见识过你的技术，肯定会让你上场的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来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李唐，你快点从我脑子里滚出来吧。李唐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擦擦汗吧。谢谢。没想到，你篮球打得真的挺厉害的。那当然了，不过现在退步了。不过今天真的挺开心的，就像回到了校园一样。公司现在在筹备发布会，璀璨如果顺利上市的话，相信你们老板会肯定你之前的坚持。我觉得董事会的态度已经转变了，费用报告也已经批了，不仅我之前垫付的钱公司会去承担，而且还会给我相应的补偿。那太好了，我之前一直其实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现在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受多了。方思，那你呢？璀璨上市以后，如果李唐还是没有消息，你是不是要继续撑下去？他会回来的。为什么那么确定？璀璨上市以后，我会尽量帮你完成现有的合同的。如果到那时候李唐还没有出现，大罗也不回来负责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离开唐皇。
经营不是你的专长。李唐一定会回来的，再多给他一些时间吧。如果他又是5、6年不出现的话，你还要赌上自己的人生去替他承担吗？他不会的。你不要再意气用事了，好吗？我不会无休止的替他隐瞒。他如果真的做错了，就应该承担。只是这次他走得太突然，我们都不清楚真正原因。那在这之前，我就愿意相信他。伯乐，再来一局。